我不过随手在监狱给自己上了3炷香。境下的全国专家为此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就连杀人无数的狱霸都被吓得磕头求饶，只因我烧在香炉里的香跟普通的香稍微有点不一样。上周我还只是个随处可见的高中生，因拒绝卖掉祖上传承的昆仑山，竟为此而被关进监狱。来到这里后，我只得潜心钻研青铜古书，深知保命之道或许就在其中。这天我在床板的夹缝中发现半盒香烟，灵机一动便想起了古书中所写的祭天仪式，心想用香烟代替线香或许可行，于是便点着3根祭摆。7位狱友都直勾勾地看向我。就在这时，角落里一个高大的壮汉冷笑着向我走来。新来的，今晚哥不困，咱俩去厕所教教你这儿的规矩。我直接无视了他，随手将3根香烟插入香灰中，看着迅速燃起的紫火香烟，以及脑海中迅速回忆起来的青铜古书，我知道自己成功了。见我个新人竟敢无视他，那壮汉直接挥起拳头揍向我的肚子。给脸不要脸！我现在就把你……哇！他不表之心地看着我的动作，没想到我竟然有这样的力气。可是他也顾不了那么多，直接从地上爬起来后抄起了身旁的铁棍。王虎，今晚你就要死了。一旁的小弟见了鬼似的盯着我看。你才刚来第1天，你怎么会知道虎哥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你小子敢喊的！王虎挥着铁棍愤怒地揍向我，不料又被我轻松躲过。而这时值班室的狱警听到了动静，一起来到了牢房门口。王虎，你知道新来的是什么身份吗？再有下次，全关禁闭！王虎握紧拳头，心有不甘，但是狱警在这，他也不敢再轻举妄动。随后我便若无其事地躺回床上，将意识全部集中在脑海中的青铜古书上。刚才的烧香之举果然唤醒了他。此书背面的古老纹样已被锈迹覆盖，而正面始终模糊不清。那个壮汉被我踹飞出去时，古书封面的迷雾消散，王虎2字赫然出现在书封上。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过往，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全部在我面前一览无遗。在唤醒青铜古书的瞬间，我便知晓此物正是名闻遐迩的生死。任何人都逃不过其中记载，只是唯独没有书写我的生平。我还发现这生死簿远不止于此，上至洪荒时期，下至今时今日，只要是历史中出现过的与伏修门派相关的符文术，都被生死簿一一记载，无不例外。其中一篇名为《焚仙诀》的秘术吸引了我的注意。焚仙诀讲究无物不吞，只要是具备能量的物质皆可被吞噬。监狱里浓郁的阴气反倒变成了上乘的灵力，可供我修炼。于是我依照此法一直修炼到后半夜。与此同时，旁边的床位上，王虎蜷缩着身子，表情痛苦的床上翻来覆去。鬼，有鬼，离我远点！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喊，而是继续的专心修炼。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在我身上时，我惊觉自己虽然一夜未眠，但竟没有一丝疲惫之感，甚至比睡前还更有精力。这时其余的6个犯人也被刺耳的铃声吵起，他们机械的穿衣洗漱，整齐划一的将被子叠成豆腐块。然而这时的王虎却还缩在被子里，他的小弟见状赶紧过去摇了摇他。别睡了，虎哥，狱警要来查人了。他把王虎的身体翻过来面朝上，紧接着44号牢房响起凄厉的惨叫。值班的狱警周刚志冲了进来，看着死在床上表情狰狞的王虎大吼：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谁都不准出房门1步。很快狱医便急匆匆地赶来现场。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档案里他确实有心脏病历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需要对牢房里的犯人进行盘查。6个狱友看着被抬走的王虎，心里无不打颤。此时周刚志招呼来另一个狱警，对包括我在内的7个犯人进行审问。一定是林峰，那小子太邪门了，跟巫师似的，一直念叨。我看他不是巫师，就是那种养小鬼咒人的。他昨晚也不睡觉，就盘着腿在床上打坐。王虎肯定就是被他给咒死的。狱警大哥，你们一定要把他给抓进监狱啊！你们现在就在监狱，那还有更大的监狱，反正凶手一定是他。听着几名犯人的话，周刚志跟同事对视一眼，强忍住下意识往上翘的撅起。入职前2人都经过专业训练，无论多好笑都不会笑，除非实在忍不住。周刚志语气迅速恢复严肃，敲了敲桌子，瞪着我。他们都说是你咒死了王虎，是不是你做了什么猫腻？面对他的盘问，我表现得很平淡。周刚志警官觉得呢？我们都是成年人，做出判断时要有证据，还要相信科学。此话一出，周刚志和另一位狱警都愣住了。我昨夜才来到监狱，之前从未见过他们，又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问你什么就说什么，别给我扯些没用的，社会败类而已，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我眼睛明亮而深邃，脸上没有任何情绪，仿佛将周刚志看了个通透，让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后面的问话就很程序化，我说当时在睡觉，对王虎的死一概不知。最后我们7个被重新关回牢房中。晚饭的时候，值班狱警周刚志又来了，他让6个犯人赶紧出去排队吃饭，单独留下我说有些话要讲。我冷笑一声，早有预料。等到6个犯人都走远了，周刚志拿出还冒着热气的盒饭，你似乎知道我会来。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用一次性筷子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见此，周刚志没再说话，安静观察着。等到我吃的差不多了，他又递过来一瓶水，我客气了一声，接过了水。看着有些不耐烦的周刚志点了点头，见我点头承认，周刚志质问道：你怎么证明单靠看出王虎死于心脏病可不够？看着坐在对面的周刚志，我淡淡说道：你今年29岁，有一个谈了6年的女朋友，本来都谈好结婚的各项事宜，可丈母娘突然改口要再加50万彩礼，你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又不肯做上门女婿，天天为这件事上火。本来周刚志有一肚子话要讲，现在又一口气全咽了回去，能一见面就讲出他此次目的的绝不是一般人。我看着周刚志说道：知道为什么你丈母娘突然改口了吗？因为她的亲戚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女婿，对方是大公司的总经理，所以才会突然改口再要50万，借此想要劝退你。
这番话如同雷霆霹雳，在周刚志的心里炸响。他像个泥塑般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像是开导学生的老师继续说道：“这事儿还有能回转的余地，信不信我能让你免彩礼，再让丈母娘陪送你一辆车？我可不会觉得你是个善茬儿，冒险的事情绝不可能。我可不想下半辈子跟你做狱友。”我轻笑几声，手指轻轻敲着墙壁。你要做的很简单，有时间去我家一趟，看看是什么状况。要是几个月前的那伙人，在我进了这里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肯定就是去寻找地契。如果周刚志去那儿后发现被翻得乱七八糟，十有八九就是他们干的。沉默了半晌后，周刚志同意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实现刚刚的话了吧？见到鱼儿咬钩，我也不再拖延。今晚10点，华平路的好运来棋牌室，跟警局的人知会一声来场突袭，你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周刚志眼珠子都瞪圆了，总觉得不靠谱，但看着我笃定的神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监狱跟警局虽是两套系统，但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基本都认识个七七八八。周刚志跟警局的无对关系不错，更何况好运来麻将馆就是个胡同小店，平常进出的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派几个警员过去来场突袭就是一句话的事。晚餐后犯人相继回来，但依旧与我保持距离，正好省得我多费功夫。与此同时，另一边3个穿着制服的警员已经来到麻将馆的楼下，他们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便一脚踹开上锁的大门，紧跟着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们的视觉都受到了污染。正在外面吃饭的吴队放在手边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点了免提后又放了回去，都是老相识，也懒得避讳坐在对面的周刚志。吴队，你还是亲自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吧，有些棘手。听着对面警员的声音，吴队挂断了电话。小周，你快跟着去吧，毕竟这次突袭是你的建议。他们在开来的车上才了解到具体的情况。白天好运来麻将馆的顾客是一群中老年人，他们聚在一起玩麻将，到了晚上还是那群人，不过玩的可就不是麻将。警察拍照取证的时候都不敢多看一眼都觉得难受。从40、50到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全都焕发了第二春，聚在一起做原始运动。2人一起开车回到了警局办公室，桌上的电脑连着审讯室正在实时放映的摄像头，只看了一眼就彻底移不开眼睛了。我去，这么辣眼啊！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赫然就是平日里苛责端着架子的丈母娘。周刚志是朝这方面联想，但怎么都没想到会是丈母娘。吴队发现了周刚志脸色的不对劲，开着玩笑问道：“哟呵，慌什么？里面有熟人啊？”他难堪的点点头：“你丈母娘是有几分姿色，不过也玩得太花了。已经审完的7个人里，6个都跟他有长期不正当关系。”周刚志顿时无语，突然兜里的手机响了，拿出来一看，正是风韵犹存的丈母娘。他毫不犹豫的挂断，又重新塞回兜里。从知道丈母娘事情的那一刻，周刚志就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还没到他登场的时候，多晾着一会儿成效才明显。毕竟他女朋友哪里都好，就是太依赖家庭。老丈人的工作频繁出差，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一次，丈母娘在家就是一把手。几次上门拜访的周刚志可没少受委屈，现在让他揪住了小尾巴，今天必须让他断为保名声。在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周刚志的手机响了10几次，收件箱里多出几十条信息，信息的内容也从盛气凌人变成了苦苦哀求。周刚志滑动着手机里的短信，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做了20个俯卧撑，假装成气喘吁吁的样子，匆忙来到拘留室。丈母娘见到周刚志时，激动的当场哭了出来。要是今晚的事传到街坊四邻，他还不如直接一根绳子吊死算了。现在周刚志是他最后的希望，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当周刚志从审讯室出来时，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笑容，后面跟着他畏畏缩缩的丈母娘。正如我所说的，除了免去了50万的彩礼，陪嫁1辆30万的车外，婚礼所有的酒席费用丈母娘也全包了。在进审讯室之前，周刚志就跟吴队谈好，将丈母娘这事压下来，毕竟马上也要成一家人了。关键是丈母娘正跟老丈人闹离婚，他的婚礼不知道得延迟多久。从警局里出来的周刚志，按照我给的地址驱车前往我家，发现防盗门虚掩着。推开门后，只见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连地板砖都被逐个撬开了。他拿手机录了个1分钟的视频。第2天早上值班时把我叫出来看了一眼，我的反应很淡定，似乎早就预料到陷害我的就是几个月前那伙人，但他们怎么都不会知道，我怎么可能把那么容易丢失的物件放在家里？看着这么客气的我，周刚志反倒有些尴尬，帮了这么大一个忙，却只是录了个视频，实在过意不去。我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说道：“要是过意不去的话，麻烦帮我买个香炉跟香，每天在值班室里帮我烧3支，不然仙家不高兴了，容易出事。”其实即便我不说，半月后他丈母娘也会要求周刚志压下来此事。我只是相当于捡漏，让时间提前了一些。既然被误会是算命先生，我不如继续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点福。包在我身上。周刚志立马就答应了。在值班室里烧3支香对他来说是随手的小事。昨晚他还找朋友了解了一下算命先生，发现这行确实神秘莫测。传言算命先生都会供奉一个仙家，所知道的消息都是仙家说的话。供奉的仙家越厉害，算命先生也越厉害。他想到我能犯下如此大罪，还能精准预知到丈母娘的行动，恐怕在这一行里是数1数2的人。今天说话都格外注意分寸。周刚志请我到值班室，2人沏上1壶茶对饮。中午也不用去食堂，而是给我买了2份员工餐，标准的2荤3素加1瓶冰镇的快乐水。值班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小桌子，除了香炉和线香外，还有苹果一类的贡品。我饮完杯中最后1口茶，起身准备回牢房休息。行至门口，我蓦然回头望向周刚志，语气平静地说道：“我可以无偿为你出手一次，全当是这几日对你的感谢。”周刚志听闻此言，瞬间2眼放光。回到监狱，我深知他心中的盘算。此前时机未到，尚未觉醒灵根的我面对困境毫无还手之力。可今日的我已吞噬了整整4日的死气，所积累的精粹足够觉醒灵根，成为一名真正的天使。在面对困境，至少有脱身的法。
不过听闻觉醒天师后会被天道反噬，甚至会被修仙大能夺走机缘，不知是否是真的。先前我曾查阅过邪修魔君留下的手札，知道不同人的天资与体质不同，觉醒的灵根也各不相同。那些未找到昆仑山的地气的人，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想必不久后就会派人来监狱抓我，并逼问地气的下落。我随即盘膝而坐，双手撇出一个晦涩的手势，周遭的死气如潮水般涌来。牢房中的6位狱友早已察觉到异样，他们纷纷用余光瞥向那个盘膝而坐、戴着手铐的人，心中抱怨不断，却又怕和王虎落的一个下场。自从我来到牢房那一日起，他们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全然无视他们的目光，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眉心处。这3、4天来吞噬的所有精粹，此刻全都汇聚在内心。这里便是觉醒灵根的关键位置。远远望去，那里仿佛一湖宽阔的湖泊，散发着幽怨的寒气。察觉到时机成熟后，我心中低喝一声，眉心处的湖泊瞬间燃起。牢房内的温度骤升，怎么突然这么热？怕是有50度了吧？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被蒸熟了。这破监狱真是1日都待不下去。谁跟我联手一起越狱得了？房间内的6位犯人仍在往我这边的方向偷摸，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只见一簇金色火焰悬浮在我的眉心处，我猛地睁开双眼睛，那簇熊熊燃烧的火焰就在我正前方。下一秒，火焰瞬间消失，融入我的身体。此刻起，我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天师。不料窗外突然传来电闪雷鸣，霎时云层中一道金光乍现。小辈，放下机缘。我坐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心跳得很快。刚才那簇金色火焰钻进我身体后，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然而方才所见的那方湖水却像把我从头浇到尾，整个身体都打着冷战。窗外的雷声震得窗户乱晃，我知道这绝对不是正常的打雷。突然我脑子里响起一个冷漠的声音：小贝，这种机缘你接不住，把东西交出来，我给你个痛快。我被这股无形的压力压得趴在地上。鬼压床见过，没见过如此嚣张大胆的要把人往水泥地上压死。手铐和骨头更是咯吱作响，甚至我连气都喘不上来。你是谁？凭什么抢我的东西？蝼蚁也配问我的名号？一道白光从云层里瞬间射出，直接穿过房顶，照在我的眉心。不过修成一介天师而已，居然马上有仙家找上门来，无法使出刚吸收灵力的我闭紧双眼，以为自己已经是死到临头。可就在这时，我脑海中的青铜古书突然猛地翻页，一串黑色的文字从书里飞出来，像小蛇一样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感觉到那股压力瞬间没了，反倒是一股清凉的气流传遍全身。看来老祖宗留给我的书比你想象的要硬。我对着空气挥了一拳，虽然没打到人，但那股白光竟然被我直接震碎了。云层里传出一声闷哼，接着雷声就开始变小，那股盯着我的视线也慢慢消失了。我瘫坐在地上，衣服全被汗湿透了。转头一看，那几个室友全都晕过去了，一个个睡得跟死猪一样。这就是修仙大道的力量吗？我看着自己的双手，虽然还戴着手铐，但我能感觉到四肢有气脉在涌现。我知道那个所谓的大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随便任人拿捏的大学生了。我重新盘腿坐好，开始按照焚仙诀的方法调理气息，稳定好自己的气流后，继续像前几日一样吸收监狱里的死气，还在往我身体里钻，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反而双目更加清晰明朗。如今的我即使是吸收死气，功力也比以往更加强大。天快亮了，我得在狱警过来查房前把这股力量藏好。早晨6点，我被一阵开锁声惊醒。周刚志提着2个塑料袋推开门，隔着老远我就闻到了肉包子的香味。他看我的眼神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敬畏。林老弟，还没睡醒吧？来，这是刚出锅的包子，还有热豆浆，特意给你带的。我坐起身也不跟他客气，接过包子直接往嘴里塞。周刚志坐在我对面，欲言又止了好几次。等我一阵狼吞虎咽的吃完后，才压低声音跟我说话：老弟，昨天的是真神了，我丈母娘那是真被你算准了。现在她老实的像只猫，彩礼车子的事全按你说的办了，婚礼的日子都定好了。你真是我的恩人，举手之劳，你帮我办事，我帮你平事，互不向前。我一边喝着豆浆，一边用余光观察周刚志。突然，脑海里的青铜古书微微震动，周刚志的头顶上方浮现出几行只有我能看见的字。我眉头皱了起来，这书上清楚地写着：周刚志待会去查房的时候，会被一个绝望的犯人袭击而死。刚收服的人第2天就这么死了。下一个狱警要如果不是个善茬，对我只会更加不利。待会查房别去18号铺位，那个老头家里刚出了变故，手里藏了磨尖的牙刷，正打算拉个垫背的。18号铺的老张，可他平时挺老实的，信不信由你。如果你想去试试，记得把防刺服穿好。周刚志脸色变了又变，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现在对我简直是言听计从。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心里很清楚，在这监狱里，信息就是我最强大的武器。把豆浆喝完后，我随手扔在地上，闭上眼思考着。虽然我只是个刚刚吸取死气而修成的道士，但身体里那股气脉确实让我力气变大了很多。我随手捏了一下铁床的护栏，那实心的铁管竟然直接被我捏碎了。就在这时，我发现只有灰尘的床板底出现了一个包裹。我想起先前遇到那天师大能时，床底似乎同时也出现了柔和的蓝光，莫非与修为灵根时的那片湖代表的水灵根有关？当时遇到那压人进水泥地要被压死的大能惊慌，全然忘记了此事。我接过包裹，打开一看，愣住了，里面是一块装饰性质的桃木剑，通体靛青色，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曾经在家里的古籍中找到过有关桃木剑的记载，我以前在生死簿的记载里也见过这种东西，但平白无故的灵根觉醒不可能会有这种东西，那位没准备放我活路的大能也不可能有这么好心。对于这现实中真的有，我拿在手里陷入沉思。一旁的狱友倒是罕见的往我这瞅了2眼，抬头注意到我的视线后赶紧说道：刚才有人停在我们牢房很久，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把东西塞在林哥你床下的，至于是什么东西小的不敢看。谁送的？是一个把眼睛5官全挡住的人。我问了门口的警卫，说是一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放的。
放下就走了。我翻看包裹，除了桃木剑，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小心司命府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我举着纸条，对于写纸条的人是谁百思不得其解。林家本来人就少，倒是从小听起传昆仑山地契给我的爷爷曾向我提起过四叔公的名号，只是我当时全不在意。难道是四叔公说的那个救过他命的人？我把纸条收好，拿着桃木剑回到牢房。在此之前，我得先活下去，先变强。当天晚上，我开始炼化那块桃木剑。桃木剑里的灵气比死气纯粹的多，吸收起来也快得多。我从生死簿中找到的符修中所谓的轮回转化咒，按照这个的方法将灵气引入体内，沿着经脉运转，灵气在体内越积越多，经脉和血管全部充血，身体皮肤甚至骨骼全都隐隐作痛。我知道这是突破的前兆，咬牙坚持继续运转。不知过了多久，体内忽然轰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冲破了，紧接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涌遍全身。我睁开眼吐出一口浊气，突破了，只是举在手中再寻常不过平平无奇的木剑。如果不是四叔公指点，我绝不可能想到这与天师的修行有关。但我也知道这种靠外物提升的修为根基不稳，接下来需要花时间打磨把根基夯实。不过不管怎么说，实力提升了总归是好事。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修炼一边研究生死簿，但生死簿上关于我的那一页始终被迷雾笼罩。我试了各种方法，想看清自己的过去未来，但始终看不透。倒是关于司命府和那日大能的信息，我通过四叔公查到了不少。那个掌控雷雨的大能是司命府的长老之一，据说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期，金丹期比我高2个大境界，难怪他那么强。我作为凡界一普通草民，对此毫无见解，当然也正好不用如何骂他。我有生死簿，有轮回万剑天诀，还有林家的昆仑山地契。虽不知为何这珍贵无比、人人想抢的地契会由林家祖上看管，但既然我接过了爷爷交予的地契，就得将它保护到底。又过了半个月，这天放风的时候，几个陌生人围住了我。为首的一个人高马大，满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善茬。不过前有王虎，后有那黑熊，以为标榜着野兽又人高马大的就能在这监狱制霸一方，当真可笑。而且整得跟动物园似的，我倒也省得找人发泄火气。你就是那个新来的，我听说你挺能打。哦，不对，是你会那劳什子妖术，能咒死人，真是笑人大牙。有话就说，黑熊是我兄弟，你害死了他，这笔账怎么算？黑熊是你兄弟，那你知不知道黑熊是怎么死的？放屁，黑熊现在还没死，是你用了什么巫术咒了他。他现在因为枕头下的毒品被直接安排了下周死刑，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这么多年来从未失手，我看一定是你搞的鬼。我懒得跟他废话，转身想走，但他一把抓住我肩膀，想走没那么容易，小子，你以为你是谁？他一拳朝我脸上砸来，我没躲也没挡，先一步出拳砸在他肚子上，他整个人倒飞出去，摔在地上，捂着肚子惨嚎。旁边几个跟班吓傻了，愣在原地不敢动。我扫了他们一眼，还有谁？没人敢动。我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回到牢房，四叔公正坐在床上等我。下午2点，我被带到了会客室，隔着厚厚的钢化玻璃，我看到了一个穿着西装戴眼镜的男人，他叫江一舟，是陷害我入狱的那伙人派来的律师。林先生，我是来跟您谈谈昆仑山地契的事情。只要您愿意签字，我们可以帮您申请重审。您年纪轻轻就被困在这监狱里，想必也很想出去吧？我看着他那副假惺惺的嘴脸，心里冷笑。这人是特地让我在监狱里待上个几日再来谈判，估计想着我只是个还没进社会的大学生，见识到里头黑暗的日子后，立马会磕头求饶，哭着喊着求他将我假释出去。我翻开脑海里的生死簿，江一舟做过所有的缺德事和烂摊子，全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快进。赵律师，比起地契，我觉得你更应该担心你自己的事，比如去年你在城北那桩肇事逃逸案，你把受害者埋在哪了？赵律师看着弱不禁风，做起这种体力活倒是很上手，心理素质更是一绝。江一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原本扶着金丝眼镜的手开始剧烈发抖，他瞪大眼睛盯着我，像是活见鬼了一样。你在胡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那个受害者是西南医院的学生，那学生家长为了找他可谓是到处奔波，还对你的资助还感激不尽呢。你办公室书柜背后的那个暗格里头还藏着好东西吧？你说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吴队长，会判你几年？江一舟猛地站起来，椅子被他带倒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旁边的狱警立刻走过来查看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位狱警瞪着玻璃窗内的我，显然以为是我威胁了那位律师。我还有事，先走了。林先生，请你考虑清楚，我等着你的好消息。看着他仓皇逃窜的背影，我知道这块地契他们短时间内不敢再伸手了。生死簿的能力比我想象的好用得多，他不仅能看命，还能抓到这个人全部的把柄。我回到牢房，周刚志正好巡逻回来，他看到我直接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告诉我说，3号铺的老头果然被搜出了凶器。他的眼里露出崇拜的眼神，我懒得搭理他，敷衍2句就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心里默默想着，我不仅要在这高墙之内活下去，还要让那些害我的人一个个都付出代价。放风时间，操场上的人很多，我蹲在墙角晒太阳，周围的人都自觉地跟我保持了2米的距离。王虎死后，我在这的名声已经传开了，大家都管我叫催命师，这倒也正合我意。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带着几个人朝我走了过来，那是监狱里另一个区的头，外号叫黑熊，他手里捏着个烂烟卷，歪着头打量我。你就是那个能算命的小子，听说你挺狂啊？我连头都没抬，只是盯着地上的蚂蚁看。生死簿告诉我，这个黑熊最近在走违禁品，而且他的接头人已经把他卖了。黑熊，你要是现在回宿舍，把枕头里的东西扔进厕所冲走，你还能少吃几年牢饭。要是再在这跟我废话，10分钟后你就得去禁闭室待着了。你找死，给我打！黑熊一拳朝我挥过来，力气很大，但在我眼里却慢得像蜗牛。我微微侧身躲过，顺手在他手腕的穴位上点了一下。哎呦，我的手！
他整条胳膊瞬间麻木，垂在身边动弹不得。就在这时，监狱大门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大群狱警冲了进来，领头的正是吴队长。黑熊，有人举报你在监狱里私藏毒品，跟我们走一趟。黑熊整个人都傻了，他恐惧的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恐惧。他怎么也想不到，我说的10分钟竟然这么准。他一个又高又壮称霸牢狱的黑熊，一拳还没打下去，就被我一个瘦弱的小身板用几句嘴皮子制服了。看着黑熊被带走，场上的犯人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从这一刻起，我在这座监狱里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死刑犯，而是成了谁也不敢惹的真正的老大，连拳头的争夺都毫无必要，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能定人生死，这种感觉不赖。但这只是第一步，我要利用这里的资源，查清楚那伙人到底想在昆仑山找什么。深夜的监狱很安静，只有走廊里偶尔传来的巡逻声。我闭上眼睛，脑海里的青铜古书散发着淡淡的青光，随着我实力的提升，生死簿封面上那些原本模糊的迷雾竟然又散开了一角。这一次书上浮现出的不再是某个人的命运，而是我祖上那座昆仑山的缩影。我看到山体深处有一道金色的裂缝，里面似乎封印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莫非那伙人之所以费尽心机把我关进来，还能走那么多法律漏洞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关进这深不见底的牢狱，甚至要我的命，根本不是为了那座籍籍无名的山，而是为了山底下的秘密。我尝试用神念去触碰那道裂缝，却感觉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反弹回来，我的胸口一阵发闷，嘴角流出一丝血迹。看来以我现在的修为，还远远没到能触碰家族核心秘密的时候。难怪爷爷临走前叮嘱我，死也要守住地气。我抹掉血迹，心里有了主意，既然他们想玩，那我就在监狱里陪他们好好玩玩，只要我不死，地气就没人能拿走。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引导体内那股灵力在经脉中游走。虽然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神叨叨的修行，但这股力量确实在帮我脱胎换骨。刚修成的灵根混合着烈焰与湖水的炽热与极寒，一刻不停地在我的全身作祟。上手去摸却又什么都没有，我的耳朵变得异常灵敏，甚至能听到隔壁牢房犯人的心跳声。深夜安静的牢房里竟让我吵得想捂住耳朵，调理了好久才能做到对这种听觉自由切换。我深呼吸几次，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让我觉得这冰冷的高墙也没那么可怕。今天早起的时候，我故意用劲震乱了自己的脉搏。周刚志发现我脸色不对，吓得赶紧把我送到了医务室。我知道这里的医生姓周，是陷害我的那伙人安插进来的眼线。周医生拿着听诊器在我胸口听了半天，眉头皱得死死的。他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狠毒，手悄悄摸向了桌子下面的一个注射器。在生死簿的视角下，我看到那只针筒里装的是能让人心脏骤停的药物。林峰，你的情况有点严重，我得给你打一针，稳定一下。周医生，现在这房间就你我2人，狱警还在门外等着，你确定这针要把这针打下去吗？周医生的手僵住了，他惊恐地看着我，仿佛我能看穿他的皮囊。我没有废话，直接伸手扣住了他的手腕，稍微用了一点力气。你老婆在外面欠了500万赌债，对方说如果你今天不弄死我，明天就让你老婆消失，我说的对吗？周医生吓得腿一软，直接瘫坐在椅子上，注射器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大口喘着气，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松开手整理了一下衣服，我并不打算杀他，因为留着他比杀了他更有用。我告诉他只要他按我说的做，那500万我能帮他解决。看着他点头如捣蒜的样子，我知道这监狱里的又一颗棋子被我拿下了。有了这青铜古书和天师的灵根，今后我在这的棋子只会越来越多。傍晚的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我靠在铁丝网上看着远处的天空。周医生刚才托人给我带了话，说幕后指使他的人明天会以探视的名义过来。我翻开生死簿搜索着那个名字，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考究的定制西装却难掩臃肿的体态。他叫刘红运，是当地有名的房地产大亨。书上显示刘红运得了一种怪病，需要昆仑山底下的某种东西来续命，又听信了别人的劝诱，所以才会对我这个普通大学生痛下杀手。看到这里，我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没了。既然是为了保命，那他肯定会不择手段，想要我的命去续他的命。刘老板，你这算盘打得太响了。我感觉到身体里的那股气脉又壮大了一圈，甚至在手心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气旋。这种力量虽然还没到翻江倒海的地步，但对付几个普通保镖已经绰绰有余。周刚志从远处走过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跟你说的一样，明天的探视名单里确实有刘红运的名字。我点点头，接过水喝了一口，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并不担心明天的见面，相反我很期待，我想亲眼看看，当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亨，谁人都要让一步的商业大老板，在发现自己所有的底牌都被我看穿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刘红运比我想象中还要胖，虽然他穿着笔挺的西装，但眼底那股死气是藏不住的。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拄着拐杖，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与其说是在看一件绝世珍宝，不如说像是想扒掉我的皮囊，直接把我的命换来给他。小林啊，在这住的还习惯吗？只要你点点头，这外面的阳光随时属于你，我还能给你安排份工作。那外面的人可是挤破了脑袋，想进我刘家的公司一步都难啊。刘老板，你这副身体怕是等不到我出狱的那天了吧？刘红运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握着拐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截骨泛白。我看到他头顶的生死簿上，寿命那一栏已经变成了刺眼的红色，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倒计时。不过居然还有3个月，想到这里，我有些无奈的继续听着他的话。你知道的不少，既然如此，我也开门见山，把昆仑山的钥匙交出来，我保你林家一世繁华。刘老板，你搞错了一件事，昆仑山不是生意，它是你的命。我站起身，直接按掉了通话器。刘红运在玻璃那边愤怒地拍打着桌子，但他那副残破却又肥胖的躯体，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垂死挣扎的野兽。你会后悔的，在这监狱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探视室。我知道刘红运已经急了，而一个快死的人往往是最疯狂的。接下来的日子，这高墙之内恐怕要见血了。刘红运的动作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凌晨3点，牢房的门锁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咔嗒声。
我虽然闭着眼，但由于作为天师灵力和先前听觉的提升，周围哪怕是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三个黑影弯着腰溜了进来，手里都攥着削尖的钢筋，他们没有去管其他人，直奔我的床位。带头的那个正是黑熊以前的一个手下，动作快一点，弄死他咱们就能出去了。就在那根钢筋离我喉咙只有几厘米的时候，我猛地睁开眼，伸手稳稳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刘红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值得你们拿命来还？你没睡着？我没回答，手上稍微一用力，那人的手腕便直接断了。另外两个人见状，怪叫着朝我刺过来，我一个翻身下床，动作快得像是一道残影，三个人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瞬间瘫倒在地上，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回去告诉刘红玉，这种小孩子玩的东西，以后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我重新坐回床上，看着地上翻白眼的三个杀手，周刚志很快带着人冲了进来，看到这一幕吓得脸都白了，赶紧让人把这几个人拖走。刘红运的事情还没解决，吴队长又找到了我，他看起来好几天没睡觉了，眼圈黑得吓人。把我带到办公室，还特意关上了门。林峰，我知道你有些非常人的本事。最近城南出了个怪案子，几个富商接连失踪，现场一点线索都没有。吴队，我只是个死刑犯，这种案子你应该去找专家，专家要是管用，我就不来找你了。刘红运也跟这几个失踪的人有来往，我怀疑这事没那么简单。我翻开生死簿，脑海中浮现出那几个失踪者的名字。奇怪的是，这些人的命运轨迹在3天前竟全部断开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死法极其诡异。他们不是失踪，是被人当成药渣炼了。什么药渣？你在说什么？刘红运为了续命请了个邪修，那些失踪的富商都是被那个邪修抓去取生魂了。吴队，你带人去城南那座老宅子看看吧。我一边对着生死簿上的文字解读着，100年观察他脸色的反应与变化。吴队长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他现在对我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立刻抓起警帽就往外冲，也没提任何道谢和报答，应该觉得我只是一个区囚犯吧。监狱图书馆是个清静地方，平时没几个人来。我正翻着一本旧杂志，一个穿着囚服、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坐到了我对面。他看起来很普通，但生死簿上却显示不出他的任何背景。小伙子，那本青铜书你用的还习惯吗？我的手抖了一下，手里的杂志差点掉在地上。我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这个老头。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你是谁？你怎么知道那本书？别紧张，我在这待了30年了，就是为了等一个能翻开那本书的人。刘红运找的那个邪修叫魔修。你现在这点本事还不够他塞牙缝的，要不是你见他时在监狱里头，现在说不准你也变成药渣进去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因为我也姓林，按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四叔公。当年我为了守住昆仑山的秘密，才故意把自己关进这死牢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我从来没听家里人提过林家还有一个四叔公，又为何为了保住秘密而一直待在这监狱里头？索性取出之前的那个包裹中的东西给他看，这是桃木剑，你认识？你是不是就是将它放于我床板下遮住五官的人？什么放你床板下？这形状不就是剑吗？以前人多用桃木，一个装饰罢了。不止，爷爷说您对木雕多有了解，既然你我都在这狱中无法脱身，您又何必向我藏着掖着？四叔公无奈地叹了口气，背过身去说道：以前见过，我那个朋友就是修炼之人，他曾经给我看过一块类似的石头，说是修炼用的。你那个朋友到底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很强。有一次我在外面被人追杀时，他救了我。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姓林的人，就帮他带句话。什么话？林家的人不该死在监狱里。我愣住了。林家的人在以往从来不是什么显赫人家，直至我成年时，爷爷手握昆仑山地契交于我手中，我才觉得家里比寻常人家稍微特殊一些。除此以外，我从没听过什么昆仑山。虽是林家，但父母一直忙于生计，四处给人打工，就更不要说什么有钱和掌管林子山一类的讲究。我们林家就是个普通人家，没什么特别的。他还说了别的吗？就这一句，他说你听了就会明白。我沉默了，我不明白，但我知道那个神秘人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包括我家地契的秘密。虽然至今我连这个所谓的昆仑山都未曾见过，仅仅只是作为最普通的大学生就被安了死罪，包括司命府，包括那个掌控雷雨的大脑，为何要追杀这凡界我一小小天师？莫非也与这昆仑山相关？我握着那块桃木剑，心里暗暗发誓，不管那个神秘人是谁，不管他知道什么，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问个清楚。老头从兜里掏出一块玉石塞进我手里，拿着这个能帮你压住魔修的邪气。刘红运明天会强行把你保释出去，到时候才是真正的战场。四叔公说的没错，刘红运的动作果然快得惊人。第二天一早，周刚志就拿着一份加盖了红公章的文件。林老弟，这是保释你出去的批文。刘红运动用了所有关系，你要小心，外面比这危险多了。谢了这段时间照顾，我记下了。我能感受到周刚志看向我时眼里的不舍。我走出监狱大门，刘红运的管家已经等在那了。他身后站着几个神情阴冷的男人，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我知道那是魔修的人。林先生，刘总已经等很久了，请吧。我摸了摸兜里那个冰凉的玉石，心里有了底，正好圆了个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昆仑山的梦。刘红运，你想在昆仑山跟我做个了断，那我就成全你，让你瞧瞧死于生死簿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跨上那辆黑色的轿车，车子朝着昆仑山的方向疾驰而去。我知道这一去不仅是为了保命，更是为了解开我林家守了几百年的终极秘密。黑色的轿车在山路上疾驰，窗外的景色眼见越来越荒凉。
我坐在后座闭目养神，手心里紧紧攥着四叔公给我的那个玉石。突然，开车的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由于惯性，我整个人往前晃了一下。路中央横着一棵碗口粗已经被砍倒的松树，很明显是谁人想再次拦住我们。我顿时心声不详，路边的树林里传出几声难听的乌鸦叫。车子终于开到了刘家，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古建筑。这老东西非要把家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本来就命数将尽，真到了那天花重金请救护车都得开几个小时才能来抢救。刘红运正坐在大厅正中央，他身边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怪人，那人浑身裹在黑袍里，只露出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林峰，你终于来了，这位是魔修大师，只要你配合他打开昆仑山的禁制，我保证你以后荣华富贵。我没理他，转头看着那个叫魔修的邪修，脑子里的生死簿疯狂翻动。书上显示，魔修为了练邪功，已经害死了不下100人，其手段扭曲残忍，活着时就已经有几百厉鬼跟着缠在他身后，更不要说死了会是怎么样子，害人中害己。他现在全靠吸食他人的生魂撑着。刘老板，你请这么一个怪物来续命，就不怕他先把你给吸干了？你胡说什么？大师是来帮我的，林家小儿嘴硬可救不了你的命。今晚子时就是昆仑山门户开启的时候，到时候由不得你不开口。刘红运尊敬地领着那个所谓的大师，让人把我带到了后院的一间石屋里。我坐在石床上，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全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我知道魔修是在布置某种邪恶的阵法，他想在今晚把我当成祭品。石屋的门被锁得死死的，外面还有好几个保镖守着。我拿出那个黑玉石仔细观察，在月光的照射下，玉石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些细小的纹路，看起来像是一张缩小版的地图。我尝试着往玉石里注入一丝体内的气脉。突然，我感觉大脑一阵轰鸣，青铜古书原本模糊的文字变得清晰起来，上面记载着一种专门克制邪修的秘法——乾坤诀。我按照书上的指引，开始在掌心演练。随着我的呼吸，那一丝丝气脉在掌心汇聚，隐约能听到细微的雷鸣声。这股力量虽然还很微弱，但比起之前的蛮力，简直是质的飞跃。就在这时，石屋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周医生悄悄溜了进来，他满头大汗，眼神里全是恐惧。林先生，快走！我刚才偷听到魔修打算等门户一开，就把你和刘老板一起炼成血丹。刘红运知道吗？他那个疯子现在只想着长生不老，根本听不进人话。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我现在可不能走。如果不彻底解决掉魔修，我这辈子都别想安生。此时到了，刘红运和魔修带着一群人，把我押到了山腰的一处断崖前。这里的空气非常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看到山体上那道金色的裂缝正在缓缓扩大，一股古老而沧桑的气息从里面透出来。就是这里，传说中的昆仑龙穴，只要吸了里面的龙气，我就能白日飞升。魔修从怀里掏出一把白骨匕首，阴笑着朝我走过来，他想用我的血来祭奠这道裂缝。我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心里一点都不慌，反而觉得有点可怜。魔修，你以为这龙穴里的气是谁都能吸的吗？生死簿本说你的死期是3个月后，谁知你一心求死，今天就想花重金把自己给了解了，死到临头还废话。给我过来！那个所谓的大师伸手朝我的脖子抓过来，指甲又黑又长，带着一股腥风。我只是猛地抬起右手，掌心里那道积蓄已久的乾坤诀瞬间爆发，一道炫目的白光在黑夜中一闪而过，直接轰在了魔修的手掌上。魔修惨叫一声，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撞在岩石上，喷出一大口黑血。他倒在地上，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一个刚入门的蝼蚁竟然能伤到他。刘红运也傻眼了，他扶着拐杖哆哆嗦嗦地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守山的人。就在这时，那道金色的裂缝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震动，原本柔和的金光瞬间变得狂暴起来，狂风呼啸，周围的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我感觉到地底深处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苏醒，那本生死簿在我脑海里疯狂跳动，仿佛在预警着些什么。不好，龙气外泄，这山要塌了。裂缝中突然伸出一只巨大的由金色光芒组成的手掌，那手掌足有磨盘大小，直接抓住了离得最近的一名红袍弟子。那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瞬间化作了一团飞灰。刘红运吓得瘫倒在地上，但我发现我的身体竟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不由自主地朝着那道裂缝走去。该死，这股力量在吸我的生魂。我死死地踩住地面，想往后退，但那道裂缝产生的吸力越来越大。我看到裂缝深处有一双金色的眼睛缓缓睁开，正冷冷地盯着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面对的是神灵，渺小的像一粒沙子。那只巨大的金色手掌并没有真的抓下来，随着我掌心玉石的震动，那股吸力突然消失了，裂缝里的金光迅速收缩，最后变成了一道细细的石缝，周围那种压抑的气息也跟着散去，只剩下冷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站在原地，冷汗打湿了后背，刚才那一幕更像是某种被触发后产生的幻觉。魔修捂着焦黑的手掌躺在不远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这不是龙气，这是镇魔阵。林家，你们林家竟然守着这种东西。刘老板，看来你请的这位大师连这山里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刘红运瘫坐在泥地里，拐杖丢在一旁，他看着那道闭合的裂缝，眼神从疯狂变成了绝望。他苦心经营了这么久，甚至不惜杀人放火，最后却只换来了一场空。刘老板，命里有时终须有，不可能！我查过古籍，这里明明有能续命的东西。林峰，你一定知道在哪，对不对？刘红运的人把我带回了老宅，但这一次他们没敢再给我戴手铐。
魔修被送去治伤了，整个老宅死气沉沉的。我坐在刘红运的书桌后，翻看着他这些年收集的关于昆仑山的资料，这些资料里有很多是我爷爷都没提过的。林峰，你赢了，魔修废了，我也没几天好活了，你开个价吧，怎么才肯把地契背后的真正秘密告诉我？周医生提着药箱，鬼鬼祟祟的在走廊尽头等我，他看起来一夜没睡，脸色比刘红运还要难看。他看到我走过来，赶紧把我拉到了阴影里。林先生，刘红运疯了，他刚才下令要把那口枯井填了，还要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我看着他心里平静，生死簿上显示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偏移，如果跟着刘红运必死无疑，但如果跟着我还有一线生机。你想活命吗？想，只要能离开这儿，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去把刘红运的病历改了，告诉他他的病已经没救了，唯一的办法是去昆仑山下的老林子里闭关。周医生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是要把刘红运引走，彻底解决这个麻烦。刘红运这种人，只有让他看到希望，他才会乖乖走进我不好的局里。周医生走后，我在客房的床垫缝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纸条，看字迹竟然是四叔公留下的。纸条上只有2句话：林家后人见信速归，山门已开莫回头。我握着纸条，心里泛起一阵疑云，四叔公明明在监狱里，他是什么时候把信塞进这里的？难道说刘家老宅里一直有他的人？我再次翻开生死簿，尝试搜索四叔公的信息，但书面上依然是一片迷雾。这说明四叔公的实力远超现在的我，或者他身上也有某种屏蔽天机的宝物。四叔公，你到底在布什么局？我走到窗边，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昆仑山，刘红运已经开始安排人手准备出发了。他真的相信了周医生的鬼话，认为山里有闭关续命的圣地。我摸了摸兜里的玉石，玉石现在已经恢复了冰冷，不再发光，但我能感觉到它和远方那座山之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联系。下午3点，刘红运强撑着病，带着几个心腹保镖和我再次来到了昆仑山脚下。魔修没有跟来，听说他连夜逃走了。刘红运现在的样子看起来随时都会倒下。林峰，只要带我找到那个地方，我就把地契还给你，还会去警局自首，帮你洗清冤屈。希望你说话算话。如今我也只能信他。我们开始徒步往深山里走，这里的路非常难走，到处是没过膝盖的荒草和带刺的灌木。刘红运的保镖们在前面开路，我走在中间，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走着走着，我发现周围的景色变得有些诡异。明明是下午，林子里却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雾，能见度不到5米。原本喧闹的鸟叫声也消失了，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毛。不对劲，这雾里有东西。我停下脚步，闭上眼感受周围的气流。生死簿在我脑海里微微颤抖，一行金色的字迹缓缓浮现：幻象之门，入者无回。我猛地睁开眼，发现走在前面的保镖和刘红运竟然都消失了，浓雾中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这浓雾厚得像墙一样，我伸手出去连自己的指尖都看不清，周围安静的可怕，连风声都消失了。我站在原地没动，脑子里的生死簿微微发烫，书页上浮现出一张简陋的线条图，那是在迷雾中指引方向的生路。我闭上眼睛，不再用肉眼去看，而是靠着脑海里的地图往前走。脚下的枯枝烂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死寂的林子里显得格外刺耳。这雾不是自然形成的，里面有股淡淡的硫磺味。我蹲下身摸了摸旁边的树干，树皮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很新，应该是有人故意留下的。我顺着符号的方向走了大概50米，浓雾中突然传出一声惨叫：谁在那儿？别过来！是刘红运的声音。我加快脚步，看见他正跌坐在一个深坑边缘，手里的拐杖已经断成了2截。他的2个保镖不见了，只剩他一个人在屋里乱转。刘老板，你的保镖呢？刘红运看见我，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想往我这边靠。他眼神涣散，满脸都是冷汗，显然是被这诡异的林子吓破了胆。我把刘红运从深坑边拉了回来，他喘着粗气，指着身后的浓雾，不利索的说道：刚才那2个保镖走着走着，突然就像被什么东西拽进了土里，连个影子都没剩下。这地方有鬼，咱们回去吧。地契我不要了，我只想活着回去。晚了，这林子的阵法已经启动了，找不到出口，谁也出不去。我翻开生死簿，搜索那2个保镖的名字，书上显示他们的生命体征还没消失，但位置却在地下3米的地方。我走到刚才他们失踪的地方，用脚踢了踢地上的落叶，果然落叶下面盖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木板下面是空的。这根本不是什么鬼怪，而是极其精巧的陷阱。刘老板，你的保镖只是掉进地洞里了，看来这山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我听到浓雾深处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我摸了摸兜里的玉石，心里很清楚，正主快要现身了。我带着刘红运顺着脚步声找过去，发现山壁下竟然有一间用石头垒成的小屋，屋顶盖着茅草，门口挂着一串干枯的草药，那股硫磺味在这里变得非常浓郁。推开门，只见屋里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正背对着我们摆弄一个火炉，炉子里烧着绿色的火焰，那浓雾似乎就是从这炉子里冒出来的。林家的小子比我想象中来的晚了点。我看着老头的背影，生死簿上显示出一行字：林家守墓人林强。我愣了一下，这名字我小时候听爷爷提起过，说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公，只是几10年前就失踪了。他看都没看刘红运一眼，只是盯着我手里的玉石。刘家的人也敢带到这来？林峰，你胆子不小啊！刘红运躲在我身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这荒山野岭里竟然还住着林家的人。林强往炉子里扔了一把草药，屋外的雾气变得更浓了。他告诉我们，
刘鸿运想找的那个续命圣地，其实是林家历代先祖的合葬墓，那里面关着的不是长生药，而是林家几百年来积攒的业力。刘鸿运，你这种满手鲜血的人进去，连1秒钟都撑不住，我不信。周医生说了，只要找到龙血，周医生是我的人，他骗你的。刘鸿运瞪大了眼睛，气得浑身发抖，但他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只能指着我干瞪眼。我看着大柱叔公，心里有很多疑问：四叔公在监狱里，叔公在山里，他们到底在守护什么？林峰，你既然拿到了钥匙，就得承担起责任。今晚子时木门会开一次，你得进去把那件东西拿出来。什么东西能让你真正看清生死簿的东西？我摸了摸脑海里的那本古书，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颤动得越来越厉害。我知道今晚我将面对的可能是比魔修和刘鸿运恐怖100倍的存在。林强带着我们来到石屋后的一处断崖，他咬破手指，在那块黑玉石上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玉石没有发光，而是发出了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山壁缓缓向两侧划开，露出一条漆黑的通道，通道里吹出一股冰冷刺骨的风，吹得刘鸿运直接缩成了一团。进去吧，只有林家的血脉能走这条路。刘鸿运，你就在外面待着，要是敢踏进去一步，神仙也救不了你。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通道，身后的石门缓缓闭合，最后一丝月光也消失了。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两边的石壁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名。仔细一看，那些人名竟然全都是林家的先辈。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在通道的最末端，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峰。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刻在几百年前的石壁上？我感觉到心跳加速，生死簿在脑海中自动翻开，停在了一页空白的纸上。那页纸开始慢慢浮现出自己，但不再是别人的命运，而是我自己的过去。我一步步走向通道深处，手电筒的光照到一个巨大的青铜棺材上，棺材盖是半开着的，里面似乎躺着一个人。我盯着石壁上林峰那2个字，足足看了5分钟。这字迹虽然古老，但那种笔画勾勒的神韵，简直和我自己写字一模一样。我大着胆子伸手摸了摸石壁，冰凉，并没有什么异样。我脑海里的生死簿突然剧烈翻动，停在了最后一页。原本空白的纸面上开始浮现出我入狱后的点点滴滴，甚至包括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画面。原来我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这书记录好了。我看向那个半开的青铜棺材，手里的手电筒光慢慢移了过去，里面并没有什么僵尸，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只有一套整齐的青色长衫和一把生了锈的长剑。青衫上面压着一本薄薄的手册，封面上写着守山笔记。我拿起手册翻开，里面记录的是林家历代守墓人的职责。原来所谓的林峰，并不是指我一个人，而是林家每一代继承人的共有代号。石壁上的名字是希望，也是一种沉重的枷锁。我终于明白了，这本生死簿不是用来统治别人的工具，而是用来纠正错误的标尺。爷爷当年让我守住地气，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守住这份良知。我感觉到身体里那股气脉彻底平静了下来，不再像之前那样乱窜。我拿起那本笔记，心里突然变得很踏实。我不需要什么白日飞升，我只需要拿回属于我的清白。我把笔记揣进怀里，对着棺材鞠了3个躬。虽然这里很黑很冷，但我却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知道这些先辈们都在看着我。我转身往回走，脚步比来的时候要坚定得多。我要去面对外面的那些烂事，把属于我的东西亲手拿回来。我正准备往回走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刘鸿运竟然不顾林强的警告，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他满脸通红，呼吸急促，手里竟然举着一根从保镖那抢来的电棍。林峰，我就知道你找到了好东西，快把那本笔记交给我，那是我的命，只要有了它，我就能长生不老。疯了，彻底疯了。林强摇摇头看着我，我立马会意，脑海中浮现那本生死簿。它不仅记录了所有人的生死过往，还记载了无数我看不懂的古老文字和图案。那些文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每当我盯着他们看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浮现出他们的意思。这应该是生死簿自带的功能。今晚我想试试看。我按照之前的方法，在心里默念刘鸿运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片刻后，青铜古书开始缓缓翻页，翻到某一页时，书页上浮现出一行行金色的文字。我在脑海中检索一番后，猛地睁开眼，心里有些发怵。先前还能算是有3月不到的阳寿，前几日不知是因为那个魔修还是他自己作孽，被脏东西缠上了。若7日之内魂魄未能归位，则必死无疑。现在也就只剩1天，再多加一个零头了吧。我继续往下看，生死簿上还记录了那个孤魂野鬼的来历。那是一个30年前死在那个坟地附近的流浪汉，死后无人收尸，魂魄困在原地，成了一缕孤魂。这些年一直游荡在那一带，偶尔吓吓路人，但从没害过人。这次孩子去祖母坟前祭拜，身上的阳气若被那孤魂盯上，趁机吞了他一魂一魄。你们还愣着做什么？我说把那本本子交给我，不然你们2个都要死在这里。我和林强面面相觑，皱起眉头。这种事如果放在外面，找个道行深的道士做法事招魂，也许能解决。但现在刘鸿运神志不清，真要除了他又脏了自己的手。这时我注意到生死簿上关于李思源的记录旁边还有一行若隐若现的小字，颜色比其他文字淡很多，像是被什么东西遮掩住了。我盯着那行小字集中精神，片刻后那行小字渐渐清晰起来。此子命格奇特，与昆仑山龙脉有微弱联系。命格奇特也逃不过生死簿写的命数，就算是妖怪也得除掉。林强趁准一个时机往他后颈处敲去，刘鸿运当场晕倒在地。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小声嘀咕，我懒得解释，随他们去猜。第15天晚上，我正在修炼，忽然感应到一股陌生的气息，那股气息很微弱，若有若无，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它正在向我的牢房靠近。我睁开眼睛盯着牢房门口，片刻后，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脚步声在我牢房门口停下。你回去吧，将青铜古书收好便是。他和刘家的人都不敢再动你了。可林强笑了笑没说话。那天起，虽然我不再受刘家的牵连，但又被关回了监狱
狱中。不过此次事件以后，我在监狱里的地位就彻底稳了，没人敢惹我，也没人敢找我麻烦，就连那个狱长见了我也绕着走。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司命府的人不会善罢甘休，那个掌控雷雨的大能也不会放弃，他们迟早会再来。但我已经准备好了，不管来的是谁，我都会让他们有来无回。这天晚上我正在修炼，忽然感应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那气息很陌生但很纯净，不像是监狱里的死气，也不像是司命府那些人身上的煞气。我睁开眼睛循着气息找去，气息来自牢房门口。我走到门口，往外看去，走廊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那股气息还在。我闭上眼睛，将意识沉入生死簿，翻到某一页，上面浮现出一行字：检测到有修士在附近。我悄悄溜出牢房，循着气息找去。我翻过围墙，落在荒地上，月光下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身黑衣，戴着面具，看不清面目，但从身形看应该是个男人。他只是慢条斯理地从怀中拿出了一张令牌来，令牌通体火红，宛若一块燃烧的烙铁，上面龙飞凤舞地刻着2个古朴大字：真传。我脸上的表情在看到那块令牌的瞬间猛然凝固，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宗主真传，这4个字在我脑海中炸开，像是有人在耳边敲响了一口千年古钟。我死死盯着那块令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司徒楼可是修真界10大宗门之一，传闻其宗主早已踏入元婴期，100年不曾现身。真传弟子4个字，意味着眼前这个人是司徒楼最核心的存在，是下一任宗主的候选人。这样地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座凡界的监狱外头？怎么吓到了？那人收起令牌，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我还以为敢接下林家地气的人胆子会更大一点。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震动，冷冷开口：你到底是谁？我叫司徒南。他摘下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年轻的脸，看起来不过20出头，剑眉星目，轮廓锋利的像刀刻出来的。司徒楼第37代真传弟子，你找我做什么？不是我找你。司徒南摇摇头，是我师父要见你。你师父？司徒楼宗主。我愣住了，司徒楼宗主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100年前就已经闭关不出，怎么会突然要见我这样一个刚入门的蝼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司徒南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你觉得你不过是个刚修成天师的小人物，不值得我师父出手。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你错了。司徒南往前走了一步，月光照在他脸上，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你知道你手里那本青铜古书是什么吗？生死簿。那你知道生死簿的真正来历吗？我摇摇头。司徒南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那不是凡间之物，也不是修真界之物，而是上古神魔大战时一位陨落的神奇留下的遗物。我心头一震，神奇？对。司徒南点点头。那位神奇掌管轮回，掌控众生生死。他陨落后，他的力量化作3样东西：生死簿、判官笔、轮回镜。你手里的那本青铜古书就是生死簿。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原来如此，难怪生死不能看透所有人的命运，能记录过去未来，能让我在监狱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来它根本不是什么修真界的法宝，而是神奇的遗物。那判官笔和轮回镜呢？判官笔在司命府手里。司徒南看着我，眼神变得凝重。至于轮回镜，就在昆仑山底下。我猛地抬头，昆仑山，那不就是我林家世代守护的地方吗？你想到了什么？司徒南问。我家的地契。对。司徒南点点头。那张地契不是普通的地契，而是开启昆仑山封印的钥匙，只有拿着那张地契，才能进入昆仑山深处，找到轮回镜。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刘红运拼了命也要抢地契，为什么司命府的人会出手，为什么那个掌控雷雨的大能会亲自下凡。他们不是为了那座山，而是为了轮回镜。可为什么是我？我看着他，我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凭什么由我来守着这东西？因为你姓林。司徒南的声音变得低沉，林家世代守护昆仑山，不是偶然，而是命中注定。什么意思？你知道林家的来历吗？我摇摇头。司徒南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林家是那位神奇的后人。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了，神奇的后人？不可能！我下意识的摇头。我从小就是个普通人，除了爷爷给我地契，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神奇，什么轮回镜。你不知道，是因为你还没觉醒血脉。司徒南看着我，但你已经打开了生死簿，已经修成了天师，你的血脉已经在慢慢苏醒。我师傅算出3个月后，昆仑山的封印会彻底松动，到时候轮回镜会现世，而能进入封印的人只有林家的血脉。所以你师傅想让我进去拿轮回镜，不是拿。司徒南摇摇头，是毁掉它。我愣住了，毁掉？对。司徒南点点头。轮回镜的力量太强了，如果落在司命府手里，或者被其他心怀不轨的人得到，整个修真界都会大乱。我师傅推算过，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彻底现世之前毁掉他。可那是神奇的遗物，我能毁掉吗？你能？司徒南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因为你是林家的血脉，生死簿已经认你为主，只有用生死簿的力量才能摧毁轮回镜。我沉默了，这信息量太大了，我需要时间消化。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司徒南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简递给我，这是我师父给你的，里面有关于昆仑山封印的所有信息。3个月后我会来找你。说完，他身形一闪，消失在夜色中。我站在原地，握着那块玉简，久久没有动弹。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盯着手里的玉简发呆。神奇的后人，轮回镜，3个月后的封印松动，这些原本离我无比遥远的东西，现在却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头。我把意识沉入生死簿，翻到最后一页，原本空白的纸面上开始浮现出一行行金色的文字，那是关于昆仑山封印的记载。封印设在昆仑山最深处，由3道禁制守护。第1道是幻境，进入者会陷入自己最恐惧的记忆中无法自拔。第2道是业物，身上罪孽越重，火焰越烈。第3道是血脉禁制，只有林家的血脉才能通过。3道禁制之后，就是轮回镜所在的地方。我合上生死簿，长长吐出一口气。
3个月，我还有3个月的时间准备。接下来的日子，我拼了命的修炼，白天吸收死气，晚上炼化灵气，一刻都不敢停。司徒南给的玉简里记载了一套完整的修炼功法，比焚仙诀还要高级。按照上面的方法，我的修为突飞猛进，短短1个月就突破了天师中期。但这还不够，生死簿上显示，司命府那个掌控雷雨的大能，修为是金丹后期，比我高了整整2个大境界。3个月后，他一定会来，我必须在那之前变得更强。第2个月的时候，四叔公又来找我，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欣慰。你比我想象的进步得快，四叔公，你到底是谁？我终于问出了心里憋了很久的问题，你真的是林家的人吗？四叔公沉默了片刻，缓缓点了点头，我是林家的旁支，负责守着昆仑山的秘密。他看着我，但你不一样，你是主脉的传人，是能打开封印的人。可我从没听爷爷提过，你爷爷不知道。四叔公叹了口气，林家主脉每一代只有一个继承人，只有那个人才知道真相，你爷爷不是继承人，所以他不知道。那我是怎么成为继承人的？因为你出生那天，生死簿认主了。四叔公看着我，那天你爷爷抱着你，生死簿自动出现，在你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印记，从那一刻起，你就是林家的继承人。我摸了摸额头，什么都没摸到，那个印记平时看不见，只有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显现。四叔公说，上次司命府的人对你出手，生死簿帮你挡住，就是因为那个印记。原来如此，难怪那天我能活下来。四叔公，3个月后，我知道。四叔公打断我，到时候我会帮你，可你的修为，别看我在这监狱里关了30年。四叔公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诡异，我的修为可比你想象的高多了。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踏实了很多。第3个月的最后一天，司徒南来了，他还是那身黑衣，还是戴着面具，但这一次他身后多了一个人，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青色道袍，气质儒雅，但那双眼睛里却透着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这是我师父，司徒楼宗主。司徒南介绍道。我愣住了，司徒楼宗主，那个传说中的人物，竟然亲自来了。林峰，他看着我，语气平和。3个月到了，你准备好了吗？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那就走吧。他一挥手，我只觉得眼前一花，等我再睁开眼时，已经站在了昆仑山脚下。这就是元婴期修士的实力吗？瞬移千里，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封印就在山腹里。司徒宗主指着前方的山壁，我们进不去，只能靠你。我点点头，往前走去。走到山壁前，我拿出那块黑玉石，按照玉简里的方法，咬破手指，在玉石上画了一个符号。玉石猛地一震，发出一道金光，照在山壁上。山壁缓缓裂开，露出一条漆黑的通道，和上次林强带我进去的那条通道一模一样。小心！司徒南在我身后说。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通道。身后的石门缓缓闭合，最后一丝光亮消失了。我打开手电筒，照着前方的路，两边的石壁上依然刻满了林家的名字。我一路往前走，走到通道尽头，果然又看到了那个青铜棺材，棺材盖还是半开着的，里面的青色长衫和生锈长剑还在，但这一次棺材旁边多了一扇门，门是青铜铸成的，上面刻着复杂的纹路。我伸手推门，门纹丝不动。这时生死簿在我脑海里自动翻开，浮现出一行字：以血为引，以心为持。我明白了，我咬破手指，把血涂在门上，鲜血渗入青铜纹路，那些纹路开始发光。轰隆隆，青铜门缓缓打开，门后是一条向下的阶梯，不知道通往哪里。我深吸一口气，走了下去。阶梯很长，我走了足足半个时辰才走到尽头。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地宫，地宫正中央悬浮着一面镜子，镜子通体银色，散发着柔和的光芒，那就是轮回镜。我正要走过去，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笑声，哈哈哈！终于找到了！我猛地回头，只见刘红运从阶梯上冲了下来，他身后还跟着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个掌控雷雨的大能。没想到吧？刘红运得意地看着我，你以为我被林强打晕了？我那是装的。这3个月我一直在等封印打开的那一刻。我看向那个大能，他冷笑着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轻蔑。小贝，上次让你逃了，这次你没那么好运了。我没说话，只是盯着他。生死簿在我脑海里疯狂翻动，最后停在一页上，那页上写着：司命府长老雷震子，金丹后期修为，3月后将死于轮回镜前。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笑什么？雷震子皱眉，笑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找死！雷震子一挥手，一道闪电朝我劈来，我没躲也没挡。就在闪电要劈到我身上的时候，轮回镜突然光芒大盛，那道闪电被镜子吸了进去，下一秒直接从雷震子背后劈了出来。雷震子惨叫一声，整个人飞了出去，撞在地宫的墙上。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轮回镜，这是怎么回事？轮回镜反弹一切攻击。我淡淡说道：你不知道吗？雷震子的脸色变得惨白，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修为正在快速流逝。不可能！他趴在地上，身体开始变得透明。我说过，你今天会死在这里。我走到轮回镜前，伸手按在镜面上，生死簿在我脑海里发出金光，那股金光顺着我的手臂涌入轮回镜中，轮回镜开始剧烈震动，镜面上浮现出一道道裂纹。不！雷震子绝望地大吼，但他的身体已经彻底透明，最后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走廊里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戴着面具。司徒南，他摘下面具，笑了笑。怎么样，在这待的还习惯吗？还行。我看着他，你怎么来了？我师父让我给你带个话。什么话？3个月后，修真界会召开一次大会，所有宗门的年轻一代都会参加。我师父想让你代表司徒楼出战。我愣住了，我代表司徒楼？对。司徒南点点头。你虽然修为不高，但你有生死簿，而且3个月后，你的修为应该能突破到金丹期。我沉默了。金丹期放在修真界也只能算中等水平，但有生死簿在手，我有信心跟任何人一战。好，我去。司徒南笑了笑，扔
扔给我一个储物袋，这里面有丹药和灵石，够你修炼3个月的。3个月后，我来接你。说完，他身形一闪，消失在走廊里。我握着储物袋，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豪情。修真界的大会吗？那就让我去会会那些天之骄子吧。3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这3个月里，我没日没夜的修炼，终于在前天晚上突破了金丹期。突破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身体里那股气脉彻底融入了四肢百，整个人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生死簿也发生了变化，原本模糊的文字变得更加清晰，还多出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内容。其中有一条让我格外在意：修真界大会，藏龙卧虎，但真正的威胁不在台上，而在台下。我反复琢磨这句话，总觉得像是在暗示什么。但时间不等人，司徒南已经来了。我换上他带来的衣服，跟着他离开了监狱。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高墙，在这里待了大半年，从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变成了一个金丹期的修士。这座监狱改变了我的一生。走吧，司徒南在旁边催促，我点点头，跟着他消失在夜色中。